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赵硕。今天是6月1号，农历的5月初6。今天准备继续出发，东归长安。出发之前在这儿吃个快餐。这两天得多吃点青菜。前两天在宝鸡的时候做了一个体检，然后体检那个抽血结果有个指标叫什么同型半胱氨酸，我那个数值直接飙到了27.6，都惊呆了。那个正常的数值范围是0到18，听说那个数值和那个什么脑梗的风险还挺有关系的。不过我在想，我这么瘦的人，怎么可能脑梗呢？是吧？应该就是最近这1个月，吃饭没有好好吃，有点缺微量元素了。多吃点青菜。吃完午饭，这会儿正式出发。今天太阳还是挺好。今天是6月1号，在这里祝所有的可爱的人和可爱的喵节日快乐。芒崖这个地方海拔2900米，本地人把这个地名读作芒崖，这个是根据本地的蒙古语的发音谐音而来的，但是官方是读作芒崖，所以就读芒崖吧。石油大厦，芒崖这边能源企业相当多呀，要么就是挖石油的，要么就挖天然气的，还有挖石棉的。这附近好像有一个巨大的石棉矿，应该是在西边芒阳镇那边。芒崖市现在所处的这个驻地叫花土沟镇。芒崖市总共有3个镇，除了这2个镇之外，在北边还有一个镇叫冷湖镇。接下来就打算前往冷湖镇，从这到冷湖镇的话得有300公里，估计过去得走个1周。这个芒崖市被称为是中国最孤独的城市，因为它这个地方实在是太荒凉了，周围基本上都是无人区。往西边最近的一个城市是新疆的若羌县，公路里程过去的话得350多公里。然后省内最近的一个城市是格尔木市，得往东走400多公里。北边的话是甘肃的阿克塞县，也是400多公里。中国有4大无人区，这4大无人区刚好算是把芒崖市给包围起来了。芒崖市的西南边就是阿尔金无人区，然后东南边可可西里无人区，然后正南边就是广大的羌塘无人区。西北方向阿尔金山的那边就是罗布泊无人区。芒崖市这个地方刚好处于青海省的西北角，柴达木盆地的最西边，所以接下来整个往东走的话得穿越整个柴达木盆地，自西往东800公里长的柴达木盆地得穿过去。这2天估计内地好多地方已经热的待不住了，但是高原之上2900米的海拔非常的凉快，早晚温差很大，晚上的时候最低温度只有7、8度左右，很凉。久违的搓板路，哦哟，真的颠呀！咚咚咚咚咚咚咚。
后马上右转，在道路尽头右转。一个右转弯，终于是看到了南边的这个湖——嘎斯库勒湖。这里湖边应该还有个3-4公里。那边是花土沟机场，然后在机场和湖的中间有一条东西长的一个飞机跑道。在跑道的周边，这种应该是准备种一些沙漠中的那种抗旱植物的，一垄一垄的沙地。沿着这个沙路再往前走一点，然后应该就可以去湖边了。这边的野地里面有好几台抽油机，也叫磕头机。哎，今天怎么停业了？它们不动弹了。刚才那几个机子应该是端午节放假了。这一台磕头机还在加班。嘿嘿。花土沟机场起飞的飞机。哦，这个飞机怎么感觉这么胖啊？胖嘟嘟的。这一段这个坡还挺陡。哦呦，这个湖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更蓝一些。哇塞，豁然开朗。哎呦呦呦呦呦！沙子有点软。哎呦！一望无际的大沙滩。哎，不过这些磕头机为啥都不动呀？端午节放假，磕头机也放假。哎呦我天！沙子有点软。哦呼！这个路看来之前应该有许多越野车来过这儿，压出来的车辙印。哎呀哎呀哎呀，骑不动了！哎呦我去！哎呀，推着走啊！哦，晒晒太阳。今天太阳晒着很舒服，这会儿的温度应该有个20度左右，特别舒适的温度。吹着一点小风。这个地方是柴达木盆地的最西端，整个柴达木盆地非常的干，全都是这种戈壁滩，还有沙地。前几天我不是坐火车回了一趟陕西吗？一来一回，在火车上看到的景观就全是这种，非常的荒凉，植被很少，很干旱。柴达木盆地也是属于青藏高原的一部分，它算是青藏高原海拔比较低的一块区域了。聚宝盆，这个大盆地里面，石油、天然气、各种矿藏，还有数不清的盐湖。距离湖边还有1公里。终于是出现了植被，这应该也是芦苇吧，比较低矮的一种芦苇。这一段由于有植被的关系，所以这个土地就比较结实了，可以骑了。哇，这个路很舒服呀，波浪路。哦呦，这个骑马一样。距离湖边还有400-500米。前面这个路况好像有点复杂，这全是盐碱地呀。
你看这个盐巴都吸出来了。走到这儿没法往前走了，全是水呀、全是滩涂地，看来只能另外找一条路了。我刚看那边的湖岸边好像有船，好像是，一会儿从那边绕过去看一下。万万没想到啊，这小水坑里面竟然有鱼。哎，不对，这好像是一种虾哎，还挺多的。这应该是一种虾吧，半透明的。沿着这个车辙印儿继续寻找，我就不相信了，今天还到不了湖边了。岸边的沙地上，沙子和这个盐巴混合起来，感觉还挺有质感。我的天，沙滩还挺硬的呀！哇，相当硬，不灵不灵不灵。下午的2点半，终于是到达这个嘎斯库勒湖的湖边。这儿的海拔是2800米，这湖还是相当漂亮，淡淡的蓝色、蓝灰色。这个沙滩非常干净啊！一会儿把鞋脱了，去这水里面溜达溜达。真好看呀，这个闪光，不灵不灵的。这个湖水看着很浅，估计最深处也就5、6米深左右，我猜。然后湖的东边10几公里处就是翡翠湖，毛崖翡翠湖。湖的西边10几公里处就是那个艾肯泉。湖的南边能看到的那个雪山，那个是奇曼塔格山。这个山脉是东昆仑山脉的北支的一条支脉，长度大概有300多公里，西北东南走向。今天不走了，今天晚上到时候就露营在这湖边的沙滩上。这沙滩还可以，没有那么湿。哦哟，你看这吸出来这盐，跟棉花球一样。这个垫子就不铺了吧，留着当坐垫。我天哪，垫子前臭苗抓的，全是爪子的痕迹。OK， 今天下午的5星级湖景房搭好了，嘎斯库勒湖。
终于可以休息了。今天的天气实在是太好了，晒晒太阳，吹吹风。远处还有几朵云，龙卷风。哎呀！小小的睡了一个午觉，真舒服呀！哇塞，这我头顶上有一大片非常轻盈的云啊。湖岸边这个盐碱滩，一片一片的白色。浅尝一下吧。我的妈呀！哦吼！我的天！我以为它是咸的，没想到它是苦的。哎呦，又苦又涩又咸，而且说不定这沙滩上还有人在这标记过地点呢。哎呦，太咸了！哦呦，我的天！哇塞！哇塞！其实这个盐湖就是这么来的，它这个水逐渐的蒸发，这个盐分就全部都吸出来了，逐渐就变成咸水湖，自然会变成盐湖，最后整个就完全变成那个什么盐田了。东边不远处有个翡翠湖，翡翠湖就基本上属于盐田的那种。这个湖真的是绝了呀！它这湖水很浅，而且这底下全是很硬的沙子。让我走一走试一下。哎呦！这水稍微深一些的地方就有淤泥了。
哎呦我去！我。哎呦我去！装满了淤泥的管子。这湖周边的白色垃圾还是蛮多的。浅尝一下。我的天哪，这个水真的是苦的呀，太苦了。今天真的是完犊子。从市里面过来的时候也没带做饭的水，喝的水我倒是带了，喝的水我带了有2.5升，是够我喝了。但做饭的话有点紧张。我本来想让这个水应该没有那么的咸，烧开了做个饭应该没啥问题吧。这个水是真干净呀，只可惜是咸水。这要是淡水的话该多美呀！站在这个盐湖里面，这个风一吹，然后这个波浪一浪一浪一浪往过走，感觉人在这个水里面在游着前进一般，遇水而行，漂浮在水中。哎呦，回我的小窝。呜呼，晒晒太阳，看看书。过去的这1个月，哎呀，对我的身体损害太大了，感觉身体都要垮了。所以接下来这段期间，我就会骑得比较慢，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所以多出来的一点时间，可以看看书。买了这个书，毛选，1、2、3、4。感觉自己生活中遇到好多事情，处理起来还是方法不够，策略不够，所以需要从毛选里面汲取经验。到时候打算每一本看完之后，在路上看有没有遇到合适的书友，交换一下新的书。哇塞，这风吹的太舒服了。看这个水的矿化度有多高，这手上沾点盐水，你看这干了以后就一层盐。我的天哪，超级咸水湖。整个柴达木盆地里面的这些大湖，我估计应该都和这个嘎斯库勒湖差不多，都是这种矿化度非常高的盐湖。说一下接下来的行进路线，东归长安，从芒崖这出发，一路往东，前往冷湖，再然后沿着柴达木盆地一路前往青海湖。过了青海湖之后就是西宁，再然后沿着黄水河谷渡黄河，过了黄河之后，沿着黄河的右岸支流瑶河一路南下，接近秦岭的西端，再然后沿着秦岭一路往东，入关中回宝鸡。我预估了一下这一段的里程，初步估计是1700多公里，估计等我骑回去怎么也得骑个2000多公里，这儿绕一下那儿看一下，2000多公里估计得2个月。天空这个云是越来越多了，希望明天不要下雨就行。